回家跳舞，反正部落这个概念，其实最初我就是想说，爸爸妈妈都没有来看我演出了，部落的人都以为我是在电视跳舞，然后他们都不知道我到底在做什么，就可能哎，我怎么没有看到你在电视跳舞啊？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们的问题，所以我就想说，那就干脆我就带我的作品回家跳给他们看。我们现在是第3年，舞团最重要的是要创作，要演出，然后第2个是要做分享教育，就希望让更多年轻人来一起学习跳舞，然后第3是艺术剧。台湾族编舞家布拉瑞扬为云门2纽约玛莎格兰姆舞团编舞，多年后，2014年回到故乡台东，成立布拉瑞扬舞团，与舞者们一起生活创作，进行部落巡演。如今巡演转型为阿奇莱艺术剧，定点演出，继续在东岸为表演艺术扎根。像我有很大的一个改变，就是在云门排练的时候，你都不准人进来，因为我没有自信，什么人都不能看，那种还没准备好的我都不愿意给别人看。可是来到这里之后，都可以，因为我后来发现有一个很大的事情叫做分享。阿奇莱是排湾语石头的意思。阿奇莱只唱了一首歌叫卡达，他就是牵手，我们要一起完成，我们要一起唱歌。编到最后，其实从头到尾就是这首歌的意涵，就永世无语。不断一直重复的这个过程当中，让歌进到身体，所以就在那个很累的时候，我觉得那个很迷人。为什么？你知道，因为人在最累的时候，我们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。跳的时候呢，你要往左边飞哈，要往左边飞去，往左边飞，走，跳起来，飞起来，再跳，再远点。那我其实那时候会回来台东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我爸爸还没有看过我跳舞，因为他就是重病躺在床上嘛。我刚进舞团不到一个月，我爸爸就过世了。排练那段期间，其实我自己就是哭过，情绪就是崩溃过很多次。然后在跳那个阿奇莱的时候，你会感觉到有人牵着你的手，然后有人会把你从你很不好的情绪里面拉出来，让你不要那么难过，让你好像会有个出口。我们把身体变奏，所谓变奏就是说，你利用现在的状态使用它。你不想跳，你就不要跳。你累了就唱歌，然后做什么都可以。有人生气就生气，可是，在任何一个动作都会影响到旁边，因为手是牵着。所以那个40分钟之后发生的事情不是我预期的，然后非常好看。这个作品很特别，就是每一次都不一样，当下的决定只有他们知道。来哦，躺在那边自拍，大概穿3角的。当初选舞者，就有些根本不是科班，根本没有跳过舞，他们纯粹、纯真、朴实的一种身体，没有被雕琢，所以他来得非常自然。我很久没有看到这种身体，因为我们曾经在排练的很长一段时间之后，舞者就说：“老师，你不要叫我们想象了，想象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意思，你带我们去山上劳动。”
我们去海边，我们去山上一样的事情。我们不是要呈现我们真的活在海里面，而是因为我们常常去海边，我们习惯踩那个浪，我们习惯吹海风。我们站在舞台上，别人就会觉得，对耶，这个人是站在海边耶。所以我们可以借由这个过程，去更让自己的身体，然后我觉得是加以去感受这一片大自然给予的东西。那这个事情当然跟我过去不一样啊，就以前是那种弄，每一分每一秒都要很精准，要很掌握。但在这里常常就是好像急不来。其实他们开启了我另外一个创作的一个新的方式，然后新的一种编舞的模式，同时也产生了一种新的那种身体语汇。漂亮漂亮很特别，漂亮漂亮就是阿美族是一个因为那种民族性的关系哦，他们相对的比较歌啊，他们的舞啊是比较颜色比较鲜艳的比较快乐的感觉，可能因为在海边，所以我们当初设定是要学东海岸的阿美族的歌，结果台风来了，没办法排了，也不能去了，什么都不行，整个吹垮。所以我们就在那个，就是在这种打扫啊、工作啊、修复啊的过程当中，然后舞者呢就穿雨鞋，然后就先练唱。可是，在那个过程，我就觉得，很不错哎，这不就很部落，就很工地，你知道，很部落。然后就说这样好了，我决定了。他说干嘛？我们就穿这样子跳漂亮漂亮，因为我觉得那个打开了另外一种美学，一种审美，其实它很生活。到最后面，往你那边。你看那个房子都不见了，我们日子还是要过啊，演出还是要演啊，从生活里面找到创作的元素。所以漂亮漂亮的行程，就是因为风灾，就是因为台风，让我们很漂亮。老师不喜欢温温的东西，他不喜欢大家都是像风一样轻轻的，他喜欢每个人都要逼到极致。然后漂亮的时候，应该是就是自己真的很3八的那一面会在舞台上吧。跟以前我们在学校跟在外面舞团工作的方式不太一样，是你就是要很诚实，你就是要把你自己丢出来，在排练场上。因为你看科班的，我常常会很丧气的，就说，因为又要唱歌，然后老师又不要我们那种一般学院的东西，因为他们只要一动，我说我不要，这个不行，然后就很生气。你都喜欢他们的东西，我们就不要动啊！我要让他们慢慢的，不是要丢掉他们的技术，是我们可不可以学另外一种新的一种方式？在这里，我常常做一个事情，就是我什么也不说，然后就把他们丢上去。我要他们去
学习如何自我创作。你不相信，你不会挖掘自己吗？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要让舞者成为个体，成为有思想的舞者，而不是变成编舞者的道具。其实老师都不会说不行，可是他要有一个东西是你是活生生的在台上，然后再给观众看你自己是谁。事实上，那个改变是好的，只是我们有更多的压力，好像有一点对自己的样子有一点形状，慢慢有一点形状，好像知道说哦，我好像就是会做怎么样的事情，就是越来越更认识自己。然后就要开始走上来，你只能走路，不能开车，这样。好，地都还没整。主要舞台会搭在这嘛，然后那边会搭那个休息的排练室啊，舞者休息室啊，怎么进出？但观众主要大概就坐在这里吧。你可能也有可以做到300个人、500个人，已经很多了啦。因为应该不会那么多人来，但我觉得这是最视野最好的，因为天气好的时候，其实这个就是太平洋，然后你可以看到绿岛，然后蓝天，你知道蓝天白云，还有大海，然后又可以看到部落。对我来讲，为什么想要做艺术剧的原因，是因为有一个蓝图了，有一个梦想，就是希望在嘉兰发生。然后感谢我的妈妈，有了一块小小不是很大的地，可是至少可以做一个小小的演出。我就在那一年，1995年，我决定我要恢复使用我的传统名字布拉瑞扬。这20年，我有一个很漂亮的名字叫布拉瑞扬，但是布拉瑞扬里面是空的，还是过的一个。很多人开玩笑说你根本是外国人，洋派，你不是原住民。但我也承认，因为我是喝咖啡的人啊，我的生活就是一种，而且我的学习都是西方的东西，现代舞，所以我觉得我很庆幸在40岁的时候还有一个梦想，想要成立自己的舞团，然后更庆幸的是，我有那个勇气回来面对自己。我就在想，这个聚会的意义其实就是分享，因为我们从小在部落，就是你常常会看到就常常聚在一起。那我现在有这样的自己的舞团，会变得好像不是你一个人，是一群人。虽然还没有聚在一起，可是这个事情在酝酿。我的朋友他说：“哎，老师，我们开心呢，你越来越像山地人呢。我们决定要送你一个传统服。”因为我没有传统服，所以他们就用手绣编织做了排湾族的衣服，然后送给我，要说恭喜你，要真正回来做原住民。